轰20的神秘面纱何时揭开？轰20对于中国而言究竟有何意义？它到底会给世界怎样的影响？众所周知，每2年一次的珠海航展是军事爱好者的一次盛会，因为每次航展都会有大批先进的主战武器装备露面。而近几届航展，轰20成了人们最大的期待。不过，令人失望的是，近日开幕的第13届珠海航展依然没有见到轰20的身影，这就会使许多人产生疑问：中国空军到底有没有轰20项目？虽然战略轰炸机轰20还没有正式露面，不过在近5年间，隐隐约约会看到轰20的影子。这也间接地证明了它的存在，至少也在研制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单从一架新型轰炸机的出现就能看出轰20的必要性，它就是轰6N。轰6N 是中国在轰6K 基础上研制的最新发展型号，最大外部变化是在机首加装了一根空中受油管，以借助空中加油的方式实现航程大增的目的。当然，轰6N 航电、飞控等也都有一定的更新。自图16轰炸机进入中国空军并实现国产化，也就是轰6以来，中国对其改进就没有停止过，不断尽全力使它能够适应现代化战争。这一努力一直持续了近70年。其中的里程碑便是轰6K 这款绰号战神的轰炸机，严格来说和轰6已经不是同一款飞机了，动力、航电、武器乃至机体结构全部更新换代，终于具备了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但在此之后，中国空军仍未停止脚步，研制了航程更远、技术更先进的轰6N，这就十分耐人琢磨了。但是这些也确实都是以图16为基础改进而来的，哪怕最后能飞出大气层，都摆脱不了图16的影子。这对于一个具有雄心壮志的大国来说，是绝对不能长期忍受的。光是从这点考虑，我们都应该着手研发完全由自己设计建造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轰炸机。而且轰6系列始终都没有摆脱一个问题，那就是体型太小了，这就导致了它的载弹量小，大概是12吨左右。航程与美俄的轰炸机相比，也确实差距比较大。后者动辄就是上万公里的航程，轰6K 则大约在4000公里左右。直到最新的轰6N 才拥有了超过5000公里的航程。而重新设计一款战略轰炸机，就可以同时优化这2个问题。所以轰20这种机型的存在，能够延伸中国空军的火力投送范围。因为它的体型够大，能够携带多枚远程巡航导弹，对敌军的重要目标发起防区外打击，而它也能够作为主要的空机核力量平台，对敌人大后方的交通枢纽、政治经济中心发动核打击，从而与陆基洲际导弹以及战略核潜艇共同对敌人构成3位一体的核威慑。目前从轰6系列的不断改进可以看出，中国对战略轰炸机的需求从未减弱过，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强烈了。轰20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至于轰20为何迟迟不露面，我们也不必着急。一款先进战机的研发往往需要5到10年左右的时间，更别说大型轰炸机了。而且中国并没有大型轰炸机的研制经验，对此领域还是一片空白。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轰20更是如此。但可以相信，目前轰20项目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离露面已经不远了。并且轰20轰炸机具备着跨洲际飞行能力，而且依靠着隐身性能，赋予中国空军真正的核洲际打击力，而且将中国空军战略前沿一直向前推进上千公里，也可保证中国空军在战略纵深打击能力，围绕着轰20轰炸机重点建设世界一流空军。轰20轰炸机的作战半径将达到12000公里，巡航距离可达11000公里。按照轰20轰炸机远程作战航程推测，美军在关岛的军事基地也将被纳入其中，而且美军夏威夷军事基地也不可能逃脱轰20轰炸机打击范围。轰20轰炸机对中国空军未来造成影响相当深远，将中国带入全球战略空军地位，而且最重要的则是打破美国在隐身轰炸机垄断局面，其意义将超过歼20威龙隐身战斗机。而且轰20轰炸机跨洲际打击能力将让中国在远程核威慑力量再次获得重大突破。轰20轰炸机一旦服役，将为中国空军提供真正意义的核洲际打击能力，而不是依靠着轰6家族轰炸机理论上可覆盖亚太地区打击能力。轰20轰炸机的核洲际打击能力将使得美军在夏威夷和关岛军事基地优势荡然无存。
而美军为躲避中国东风快递、东风26B 和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建立起来的战略后移也将变得不再遥不可及。而且亚太地区一直都是美国重要战略核心和战略布局要地。亚太地区基地群则主要以日韩两国本国本土军事群和东南亚军事群。美国在亚太地区本土军事群则是关岛基地群和夏威夷群岛基地群，共同构建起美军在覆盖中东地区、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全部军事力量。而中国轰20轰炸机可对美军在上述军事基地进行更加强大的战略威慑，因此轰20轰炸机将覆盖美军在亚洲全部军事基地进行打击。2016年9月，时任中国空军司令员马晓天透露，中国正在发展新一代远程轰炸机。此时开始，轰20的消息便不断的在坊间传开。而去年中航工业拍摄的宣传片《大国起飞》中，有1秒的镜头引起了热议。镜头中，在聚光灯下，一块幕布盖住了一架超大型的飞机。通过轮廓判断，该飞机很接近美国的 B2 轰炸机，而且画面中打出了 The Next， 也就是接下来的意思。而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空军招飞视频中就出现了似乎暗示轰20轰炸机外形的一幕，更是让人浮想联翩。从官方主动泄密的举动来看，轰20正式亮相的时间可能真的就要到了。根据披露消息，轰20新型轰炸机将设计为飞翼，类似于美国的 B2 轰炸机，它被中国军方形容为一个战略项目。轰20的零部件已经在生产了，而军方将轰20定义为一款能够打击到太平洋上更远目标的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拥有出色的隐身能力，能躲过雷达的探测。相比较于普通的战斗机，战略轰炸机对发动机这一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战略轰炸机，首先就要做到3点：一是重量足，像 B2 隐形轰炸机自身重要达到上百吨，载弹量也超过了20吨，这样才能对目标进行持续性轰炸。二是飞得远，战略轰炸机的任务都是被称之为手术刀般的打击，要一次性取得成功，上万公里的航程是基础。三是飞得高，毕竟轰炸机自身过重，又要承担远征任务，飞得太低容易成为他国导弹的活靶子。要完成战略轰炸机这3大特点，拥有一款十分强力的航空发动机是十分必要的。而要使战略轰炸机拥有隐身能力，则要求更加高。不过，发动机也曾是困扰中国一个长期的问题。随着近年来中国在运20、C919民航大客机这类大飞机的研发，中国的大涵道发动机技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加上涡扇20这类大推力发动机的研发，中国也越来越接近研发出轰20。轰20将成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一款高性能的大型战略隐形轰炸机，其战略意义非同凡响。有消息指出，目前轰20团队正在加班加点进行研发工作，各项进度也颇为顺利地按照时间节点进行。